其实在去年，当我第一次有机会拿起华为 Mate X-T 的一瞬间，我就坚定地相信，这会是折叠屏的终局，是折叠品类的终极形态。那到了如今，在我上手了全新的 Mate X-T-S 之后，华为这1年多来在软件生态建设上的努力，真的算是没白忙活，在散折叠上经受住了考验，让体验呢大放异彩。那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两个皮蛋，我是初浩。那首先，散折叠是折叠屏的终局，到底体现在哪儿呢？我觉得跟 Pure X 一样啊，当然就是一块一眼符合直觉且让人信服的屏幕比例。那对于折叠屏这个品类来说，在诞生的伊始就是为了能够让用户在掌中摊开一块大屏而生的。那么要摊开一个什么样的屏幕才算好呢？怎么来定义这个好？那其实前面我们见过很多答案。那比如说有人觉得内屏的兼容适配既然是无法避免的，那么我就应该尽可能让外屏像一台正常的直板机来减少工作量。还有人觉得内屏接近正方形，尺寸是够大了，但是对于内容消费来说，这个屏幕无论横着竖着，填充率都十分的有限，所以应该还是努力做一块横屏，哪怕为此牺牲外屏的比例和尺寸，让机器变得矮胖。而在这个推导的过程中，散折叠这个比例真的没有被人拿出来讨论过吗？那必是不可能的。起码我们能从过去昙花一现的卷轴屏上窥探到，行业里面其实很早就意识到，与其在双折上面抠屏幕的比例和尺寸，不如一步到位到散折叠这个接近16:11的比例。那当你完全展开 Mate X-T-S 时，立马就会感受到那个一手握持10.2寸屏幕的震撼，跟电脑、平板的观看体验近乎一致。那不管是横屏看视频啊、电影，还是竖屏看书或者漫画，你都能拥有更大的视野和内容填充率，获得那种把屏幕用满的快感。因为我们之前拿 Pure X 那块16:10的屏幕算过填充率啊，那这里面还是贴一下之前的数据。那简单来说，填充率领先，外加散折叠的屏幕尺寸也领先，那它就是正确答案的这种感受，是拿起这台产品就不言自明的。问题只在于说，做到这件事的难度和代价，作为厂商能否接受而已。那这件事背后的难度是什么呢？难度首先来源于硬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华为打通了所有的前置技能树，它做过外折，做过内折，既有手机的产品线，又有平板电视的大屏产品线。对于柔性屏，对于铰链，对于超薄的堆叠，华为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积累。Mate X-T-S 最薄处仅有3.6毫米，一块屏同时实现了内折和外折，两个铰链、屏幕弯折和支撑结构都完全不同。那同时，这代还升级了相机的硬件，以及加入了红幅影像。而且华为现在想得非常清楚，鸿蒙系统让我的设备体验高度统一。那在我这里，设备只应该有尺寸的差异，有多大屏幕干多少活。所以这一代的 Mate X-T-S 顺理成章与平板看齐，把手写笔的支持也给做上去了。那我们体验下来，大的体验其实跟平板没有区别啊，基本上应急拿来做批注、签个字之类的是毫无问题的。只是说要在折叠屏上支持手写笔，始终要比在平板这种纯屏的玻璃上要困难一些。笔芯的结构、笔尖的材质等等，都跟普通的手写笔不一样，那也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工程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前面说的怎么造出来一台散折叠手机已经很困难了，但我要跟你说的是，硬件上的困难并非不可克服。那以现在 Top 5手机公司的硬件制造水平，量产散折叠是可以做到的。但是硬件造出来才是刚刚开始啊，软件的应用生态才是这里面最大的不可抗力。当你打开鸿蒙开发者的网页，点开散折叠适配指南，那应用适配的比例就有5种。再加上响应式布局、2分栏、3分栏等等这一大堆鸿蒙5.0的特性，那考虑到这个品类就算卖爆了，放在大盘里面也一定是小众品类。那这就不是让你花钱找三方适配就能搞定的了。但是鸿蒙的优势就是多设备的架构统一。如果把屏幕比例近似的产品，像是平板以及电脑，甚至大家可能还有想不到的智慧屏以及车机，这些东西的销量绑在一起，那就足够说服一部分精品应用来完善适配单屏、双屏以及3屏的状态。那事实上，华为在上代产品上就已经是这么做了。比如说鸿蒙版的飞书完整的按照3分栏的布局做了适配，可以快速在不同的 Tab 栏切换聊天、会议或者云文档，甚至还可以独立打开一个聊天窗口，开会的过程简单回个信息，或者对着文档跟同事对需求。在散折叠完全展开的状态下，它的体验跟鸿蒙电脑别无二致。而到了这一代的 Mate X-T-S 上，应用的体验又往前进了一步，折叠大屏从此有了 PC 级的功能和操作体验。那接下来我们展开聊聊。首先，他们完全利用了这颗麒麟9020芯片的全部性能，配合多端一致的鸿蒙系统框架，
他们把 WPS、东方财富、万星的脑图和流程图等等应用的电脑版直接搬到了 Mate XTS 非凡大师上面。在应用商店，他们也给 PC 应用单独做了一个专栏，在 App 右下角你也能看到一个小的电脑标记。同时他们为了体验和功能完整，只有在你完全展开散热碟的状态下，这些应用才能够打开运行。在东方财富当中，你可以完整的利用整块大屏显示丰富的信息不管是个股、指数还是期货债券，那这个感觉堪比你随身携带了一个交易员的数据看板。打开 WPS， 不管是应用的 UI 布局、功能的丰富程度，跟我们之前在鸿蒙电脑上体验的版本是完全一致的。它充分的利用了这块屏幕的尺寸和比例，即便是导航、页面风格属性3列显示，页面内容本身的显示区域也是足够大的。而且因为是原生应用，在文件管理、在兼容性、在性能表现上，都要比之前行业里面普遍的虚拟机方案要好。那不仅如此呢，他们还重做了多任务和分屏的功能逻辑，打破了原本手机平板的网格布局，让应用可以像在电脑上一样更自由的调整界面的大小和比例，甚至把它们叠在一起，或者说拖出屏幕之外。这样既可以解放多任务处理的生产力，也能够让应用适配跟体验松绑。即使面对那些没有适配全部比例的应用，他们也可以就按照手机的比例来呈现。那这样呢，就可以让散热碟在展开的状态下，应用的体验大大提升。比如说微博、微信我就可以让他们只按照手机的竖屏比例直接挂在桌面上，旁边铺一个浏览器或者购物软件，配合上他们这次全新的折叠键盘，那整个右侧的区域都可以作为触摸板来使用。那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桌面，你就能切换到一台小电脑的形态，进行非常从容的操作。那这里还是得再强调一下，我们赞赏华为生态这一种一次适配、多端部署的能力，以及打通了多设备体验的一致性。那并不就是说散热碟能够完全取代平板以及 PC， 而是部分场景的部分替代，还是一个向上的需求满足力的问题。那想象一下，当你的手机就可以从容的浏览表格数据、查看文档或者图纸，那很多时候就是可以省去掏出电脑的那个动作。当散热碟的屏幕已经足够的大，那看视频我可能也就不需要再拿出平板，耳机也不需要切换设备，直接把屏幕完全展开，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沉浸感。那这些都是散热碟非常实际的功能价值，也是我认为手机的进化方向之一。那简单做个总结吧。从我们这次的上手体验来看，华为这代的重点还是放在了体验的提升、效率的提升。因为鸿蒙应用生态的逐渐完善，因为全新的分屏以及多任务交互，那现在的它不只是代表了面子和情绪价值，散热碟这个玩意儿也在变得前所未有的独特跟好用。它既可以是手机，也可以是平板，甚至有时候还能当一台电脑来用。我觉得华为在践行一种非常本质的思考，未来的人机交互终端将会是什么样？在不考虑算力、不考虑现有的软件兼容性以及技术水平的情况下，用户对于屏幕的需求是什么？什么样的屏幕组合能够满足最广泛的场景和需求？那扩折叠、散折叠，还有一起发布的那台能打电话的 MatePad Mini， 我觉得都算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。那当然，前方的路也并非一帆风顺，生态建设仍然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。这一路上也从来不缺少质疑的声音。但是 Mate XTS 作为鸿蒙生态的一张名片，也是华为终端手中的一张王牌，那也足以证明，当华为能够把用户体验的关键变量全部抓在自己手里面时，在产品层面能够爆发出什么样的活力。即日起购买华为 Mate XTS 非凡大师，可享免费贴膜、免费上门、5折换屏等等多重尊享服务，同时还可以随新机选购华为 Care 加，尽享安心无忧的使用体验。